堂下何人？臣女芙蓉。芙蓉，今日诸位大人在场，你须得老实回答。若有一句假话，便是大逆不道，会连累家人。是。本月10日，如意楼掌柜柳如意死在房中。提刑司捕快赶到时，只有你一人手持凶器，且满手是血在侧。此案，你可认罪？臣女无罪，为何要认？好，丁大人，这人是你抓来的，你可说说那日的情况？是。且慢。速王殿下，本王今日倒是要同丁大人辩一辩。王爷，这恐怕与法不合。大禹哪条律法规定不可以请大状？本王今日便是芙蓉的大状。大人，好了，没有规定王爷不可以当芙蓉的大状，不必耽搁，赶紧开始吧。是。卑职乃提刑司按察使，本月10日酉时，卑职接到报案，说如意楼有高价买卖之事，便快马加鞭，约1刻左右赶到如意楼。只见柳如意躺在地上，胸口插了把匕首，这芙蓉满手鲜血蹲在一侧。大人，这位是蒋仵作，本案的验尸官。见过大人。卑职赶到时乃是酉时4刻，因案情紧急，便在如意楼粗略验尸，后又在提刑司内仔细验了一遍。这柳如意应是在申时1刻到酉时1刻之间被害，与芙蓉到达的时间刚好吻合，凶器正是那把匕首。芙蓉，你对此有何要说？回禀大人，前几日我与师父确实有冲突。那日我本来也是想去跟师父赔礼道歉的，可是没有想到刚到如意楼，就发现师父已经被人杀害。这个时候，丁大人就带着捕快前来，二话不说就认定我是凶手，要将我收押。你这样的凶手我见得多了，难不成你还会承认是你自己杀的人吗？丁大人，如果我有杀害师父的狠辣，又何必愚笨到留在现场被你们抓获呢？无非是我们恰巧赶到，你来不及逃窜。据我所知，柳如意常年捶打银器，力气极大，而芙蓉却手无缚鸡之力。他俩交手的话，芙蓉毫无胜算。为何他要以这种方式去杀害自己的师父呢？倘若是趁柳如意不备呢？丁大人，你这话不对吧？这卷宗上写着，柳如意房中有打斗的痕迹，这来人应该是和柳如意交过手，才杀害的柳如意。大人，这些都不过是猜测罢了。直到现在为止，他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与此案无关。那会不会丁大人和蒋仵作的央文有所错漏？王爷，央文怎么会有错漏？我这里就是蒋仵作写的央文，上面的确写到，蒋仵作是酉时4刻赶到，可是据我调查，在酉时1刻，丁大人赶到之时，还有另外一位仵作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胡仵作带着央文一起离开了。王爷，这就是你强词夺理了。那胡仵作是家中有事，回去探亲去了。肃王殿下，这胡明如今可在？王爷，下官胡明参见诸位大人。下官当时初验完尸，便写好央文。丁大人盖完章之后，突然告诉卑职不必理会此案，让我先行离开。我只好回到老家。走的时候顺手带走了这份央文，岂料刚回到家之后，便遭到人劫杀，下官只好拼命潜逃。还有此事？你可知追杀你的人是谁？下官不好妄下定论，还请诸位大人过目。
我去时，这柳如意不但眼眶、下颚皆已僵硬，而且这指尖也是僵硬的，身体上已经出现尸斑，死去约么近1个时辰。芙蓉，我问你，1个时辰之前，你在哪儿？此时在家中。可有证据？傅家上下人的话，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问问傅家的街坊邻居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何时离开傅家去如意楼？想必丁大人已经查到了，我是酉时1刻之前进的如意楼。丁大人，是。那傅蓉何以在10里之外行刺柳如意？既是如此，这芙蓉不可能成为凶手。2位大人英明，可是我想知道，丁大人既然看过这央文，为何要逼走胡仵作，一口咬定傅蓉就是凶手呢？大人，那央文，下官没有细看，只是粗粗过了一遍。至于叫蒋仵作来，只是因为担心胡仵作资历尚浅，央文写的不够仔细。这话恐怕你自己都不会信吧？卑职愚昧，一心想着此案颇为惊人，一旦办成，必是大功一件，所以才会想着用自己的亲戚挤掉胡仵作。至于央文，卑职确实没有细看，没想到却因一己之私，险些连累无辜之人，卑职死不足惜。既然芙蓉是清白的，即刻放人吧。张榜公告天下，胡仵作为此案备受惊吓，提刑司应当好生安抚。至于丁鹏，身为提刑司按察使，却满怀私心，险些酿成冤案，罚俸1年，杖责50，变为寻常捕快。来人，将2人带下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父皇。柳如意一案，提刑司与刑部不可有丝毫懈怠，需继续追查，直至水落石出，抓到真凶为止。芙蓉，你虽是清白之身，但你在入监后的所作所为，实在荒唐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罚傅品言3月俸禄。你亦须在家中好好誊写女规。皇上教训的是，臣女遵旨。金儿，随朕回宫。是。蓉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蓉儿，你吃苦了。没，倒是你们，还有爹被我连累罚了3个月俸禄。蓉儿啊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，莫说是罚3个月的俸禄，就算是罚3年的俸禄，爹也愿意呀。让你们担心了。吴小侯爷，刚才太过激动，多谢了。这次若不是肃王相助，此事绝不可能这样轻易善终。是啊，肃王真的是个大好人，名如青天。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。那个，殿下现在如何？殿下被皇上关了禁闭，只怕有段时间不能出来了。蓉儿，阿姐，刚才在饭桌上，你心虚什么呢？
你在说什么呀？平日里见你提及素王，莫不是一句点头之交打发过去？怎的，如今不这么说了？你不必瞒我，我早已看穿素王殿下对你的心意。我现在在意的是你怎么想。阿杰怎么知道素王殿下对我的心意？他待你与旁人截然不同，你呀，当局者迷。我不愿瞒阿姐，我跟殿下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？你们不会？啊，我们发乎情，止乎礼。真的？那就好。不过素王殿下待你是一片诚心，我现在担心的呀，就是你。你以后要嫁入素王府，那里规矩那么多，你这个小野猴啊，会不习惯。知我者，阿姐也。我虽然是挺喜欢殿下的，但是……算了，我跟殿下都在受罚，这件事情从长计议吧，以后再说。我现在也没心思想这些。明日要替师父殓尸，后日师父就下葬了。好好休息吧，不要想太多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之前不是说去锦衣卫了吗？什么事儿也不能半夜办啊，借口而已。你这人，之前要你去大厅你不去，偏要翻墙。大厅有的是机会，墙头可不是时时能翻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一家人团聚，我在那儿未免尴尬。你……不说这些了，你先跟我走。来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去凤来仪呀，看账本。我白天可是真的没时间。可是现在也太晚了吧？哦，看来傅姑娘还是不相信我呀。不，我是怕现在太晚了，爹娘会担心。怕什么？我背着你，咱们翻墙走。谁知道你离开了，肯定都当你睡着了。翻墙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玩？简直胡闹！既然都已经开始胡闹了，那就闹到底吧。不对啊，这账目上面记录着你们年底提供给宫中的首饰大幅减少。可是就我所知，你们凤来仪和上福局的合作应该从未停止吧？对啊，有姨母在，怎么会停止呢？你看，这永奏乐坊去年给了你们2200银。因此，你们提供了一个季度的首饰，而且这一整年来，账目上面只有这么一笔文书交易，可是到了最后却有4200银。这肯定不会是永奏乐坊多给你们的钱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交易次数可能不止一次。这怎么可能？
难道是他们瞒着我交易，却没有记录在册？这是唯一的可能了。做账之人难免疏漏了。文书如此复杂而且很长，也有可能他把2笔当做1笔记录了，所以说就写了4200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永奏乐坊在凤来仪购置的首饰不止1个季度，甚至是更多？关键在于，这凤来仪没有你的印章，他还能跟一些商铺进行交易。这只是我们目前发现的，没发现的可能更多。参见安王殿下。农农，对不起啊。为何要说对不起？提刑司，我赶到时，你已被人劫走；胡家村时，我赶到，你已回京。每次我都是晚来一步，什么忙都没帮上。今日你能来送师父一程，已经十分感激了。刘掌柜向来为人处事低调，如今却落得如此结局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是啊，师父本就是不争不抢之人，我现在更痛恨的是自己，在师父生前还跟他有过争执，但师父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凶手是谁？不能说的事情又是什么？真相又是什么？这是女儿家身上的抽丝，可能是府内侍女不小心弄上去的。阿元，那日你究竟是为什么提前离开如意楼？是师父突然让你离开，还是有人来访？速王殿下，我不是特意想隐瞒你，是掌柜的让我走的时候小声吩咐过我，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。而且，我也不知道，速王殿下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。这手镯，你从何处来的？这个镯子是师父在我幼年时送我的。师父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无论怎么样，希望你不要伤害他。放心，我答应你。